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情，大家都遇到过，就是我们在做 AI 影片的时候，其实超浪费资源的。很多时候都是直接丢提示词给 Seedance 去生成影片，不满意的话呢，就重来再烧一次。但是其实问题不是模型行不行的问题了，而是你在生成之前根本就没有把画面先想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支影片呢，我想测一个新的工作流程，先用 Storyboard 把整支影片规划好，再去用 Seedance 去生影片。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Storyboard 呢，其实就是先把影片的关键画面给定下来，有点像是电影开拍之前的分镜图。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到底可以差多少。先带大家大致了解一下 TalkView 这个平台，它最新的这个影片智能体 V2， 它是支援可以生成无限时长的。像是首先呢，它是会让我们生成第一个场景，也就是现在这个页面，填提示词，填参考图，用的模型呢就是 Seedance 2.0。那你是可以一次就生成一个完整的60秒时长的影片。这还没完哦，生成好这个第一个场景之后呢，这个 V2 影片智能体它还可以让你继续在后面去延展你这个故事。那今天的后面部分呢，我们也会用到影片智能体 V2 来生成影片。不过就像开头我也提到了，为了让大家生成的影片效果得到最大化，那我们呢是可以先在图片这里应用它新增的这个故事版的功能，先把我要做的影片的关键画面给定下来，也就是先去做分镜图，那就直接点开故事版，会来到这样一个故事版的操作页面。那参考图呢，它这里是可以最多支援16张的，可以是你故事里面的所有角色都把角色图上传过来，也可以是你影片里面拍到用到的所有场景图，还可以是如果你是做产品的，那就所有的产品素材都上传过来。再然后呢，就是写一下你想要生成的故事。这跟常规的提示词还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里呢，你填写了一个想法之后， AI 呢是会根据你想要生成的故事来自动帮你做出最适合作画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方说我想要生成一个放学后一位女生在校园发现时间变慢的故事，那它就会根据我的故事描写来帮我生成关键时刻的场景图，也就是像这样一个故事版。那然后再根据这样一个故事版来生成影片。那你想要有多少个关键时刻，也就是想要有多少个场景，那在这里选就 OK 了。可以是4个场景、9个场景，像是这里呢，它就是9个场景了，也可以是25个，甚至更多。OK， 那画面比例呢，大家可以选择16:9。我想要生成一个横屏的影片，那我的关键时刻的一个场景呢，也要是横屏的。那我们当然就用最新的图像模型 ChatGPT 的 Image 2了。那解析度这边呢，我会把它调得高一点，2K 的图像，因为这些图后面呢是要拿去生成影片的。那如果细节越清楚的话，就越不容易会跑乱。其实这里分镜的画面数量，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选一个9这样的中间值，不会太少让故事讲不完，也不会太多让控制变得很复杂。OK， 那就直接点生成分镜，很快 AI 帮我们生成的分镜呢已经做好了，点开。
看到这张图呢，我觉得整个故事一目了然，画面情绪抓得很准，整体是那种放学后夕阳，校园里面有一点安静又有点奇怪的感觉，其实是我有看出来了。而且我觉得它不是只是随便的升几张漂亮的图片而已，它是真的有帮你把那个故事的节点抓出来。像前面几张先是很正常的校园日常，接着呢角色开始注意到有点不对劲了，然后叶子慢慢飘起来停在空中，再到手伸出去感受这种异常，最后整个画面氛围呢又被拉到比较开比较有情绪的一个收尾。所以呢你会发现它不是9张各自独立的图，而是真的是有在帮我做分镜。有了这个分镜图之后，你就会知道像导演一样，我先拍这个画面，然后到什么样的画面，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中间呢会经历一个角色怎样的故事的演绎。那如果你对某一个场景不太满意的话，可以直接进行局部的重绘。比方说这个表情我不太满意，那我呢就可以点选中我的角色，再描述我要改成什么样的内容。女生表情被吓到 ，OK， 点生成。很快呢，第3个分镜呢，它就帮我们调整好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些点的时候很不方便的话，可以点开检视这里，把这个大小呢调到低一点，那就展示的清楚一点。点开，大家可以看到第3个分镜图呢，女生的表情已经有被轻微的吓到了。刚刚呢，她的表情是这样的，已经变成了现在这样。那我们的画面都安排好之后呢，就可以点生成影片。选择模型的话呢，可以点开有 Seedance， 还有最新的 Happy House 1.0， 还有肯宁 O3。那我就选 Seedance 2.0。提示词可以怎么写呢？非常简单，按照图片1的9个分镜设计生成影片，然后就是你刚刚生成这个分镜图的用到的提示词了。放学后，一个女生在校园发现时间变慢。这个引用也非常简单的，就是点一下引用键，然后它就会出现参考图片里面有的所有图片。那我是直接就一张图，那就点选一下图片1。OK， 那接下来看一下长宽比呢，就跟我设计的分镜图的长宽比是一样的16:9。生成影片的时长最长这里呢是15秒。那影片的解析度这边是有最高 1080p。自动清晰化，如果打开之后，生成影片的时候，它会同时帮我把影片的清晰度拉高。那联网搜寻是什么意思呢？启用这个联网搜寻之后， AI 会在生成影片的过程里面搜寻网络上可以参考的资讯。因为我这边呢已经做好了这个分镜图，9格的场景已经设计好了，所以我就不需要打开这个网络搜寻了。一次性生成影片的数量最多是4个，那我就先生成1个来看看。点生成，生成的结果同样是在看板这里，因为我现在是点选的图片，那也可以单独选影片或者点选全部，图片和影片都可以看到。那这个最新的结果呢，就是我刚刚生成好的影片了，可以播放，大家一起看一下效果。怎么回事？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真的是要好太多了。它不是只有把校园、夕阳、落叶这些元素做出来而已，而是角色真的是有在演。他会停下来，会抬头看，会露出疑惑的表情，甚至呢还有开口说话的反应。怎么回事？这样子的话，这一点呢，我觉得蛮妙的，因为我原本只是想要测 storyboard 到影片这个流程能不能把关键画面接起来，结果它生成出来呢，反而更像是一段小的短剧，尤其是叶子飘起来那一段，旁边的同学动作呢也有变慢。
它有把那种时间好像变慢了的感觉给做出来。角色的表情呢，也不是完全空的，它是有感受到事情有点不对劲的。那如果大家呢是想要做比较干净的 MV， 或者呢只是想要画面不想要讲话的话，那这里呢就要记得在提示词里面加上一句，角色全程不说话，只用眼神、表情和肢体动作来表现情绪就好了。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不然 AI 有时候会自己帮角色加戏的。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就很能看出来 Storyboard 的价值，因为前面先有分镜了，后面 Cdance 生成的时候，它至少是知道这段要从正常的校园慢慢走到异常的发生，不是每一秒都完美，但是整体的方向，整个故事的表达是对的。这个对做剧情的短片来说，我觉得已经比直接盲生成要稳很多，效果也要好很多。好，那刚刚我们做的是故事类的影片，但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更加实用的影片类型，叫做教程影片，像是做料理、开箱、制作流程等等的这类影片。那还是一样的流程，先制作分镜图。那怎么去回到刚刚制作分镜图的工作面板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图片这里的故事板，点开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生成影片的工作面板，它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 tips， 也就是可以点开这里，直接就可以来到刚刚制作分镜图的地方。那我这次呢就想做一个草莓蛋糕的制作过程，那下面这些步骤呢就是我想要它给我生成的一些分镜图。第一步呢就是一个干净的厨房桌面，有一些食材摆在上面，然后是打蛋和搅拌，还有将面糊倒入模具，那放入烤箱，然后蛋糕烘烤完成，表面金黄，开始涂抹奶油装饰草莓，最后呢有一个成品的展示。这里呢我就不给参考图它了，看看 AI 是怎么帮我制作的。那画面比例呢，我觉得比较合适用9:16，图像模型 GPT Image 2，还有解析度还是选的 2K。 那关键时刻数量，也就是分镜图的数量呢，我也是选的9格。在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个目标总时长，那我这个影片呢，我想把它拉长一点点时间，拉到30秒。OK， 然后直接点生成分镜。这种内容呢，其实更适合 Storyboard， 先生成分镜图，然后再去做影片，因为它每一步呢本来就有固定的节点，不像是故事你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呢这些教程它本来就会有固定的流程，就是要这样去制作才会出来成果。这组我觉得蛮清楚的，它不是只生成了几张漂亮的食物图片而已，而是真的是有把草莓蛋糕制作的流程拆成了一个一个关键步骤给我们，从一开始的准备食材、打蛋、搅拌面糊、倒入模具，到后面进烤箱、蛋糕烤好、抹奶油、装饰草莓，最后成品展示。整个流程呢是真实的、合理的，是顺的，而且我觉得它每一格的下面还有文字说明，这点蛮实用，因为你不是只看到了画面，也会知道这一幕到底是在做哪一个步骤，所以它其实呢有点像是帮你把分镜图加简单的脚本一起先帮我们做好了。可能你会看得不是很清晰，就是底下的这些字，这些字呢它写得很清楚，9:16静态，厨房桌面准备食材，草莓、鸡蛋、面粉、奶油，还有没有旁白。那后面有一个3秒的时长，因为有9格的分镜嘛，那9格的分镜，每一格的分镜安排它的时长呢都写上是3秒，那整个影片呢就有27秒，接近30秒的时长，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预计的一个目标影片的时长30秒。因为这次生成的影片的时长有30秒，所以呢我就不再常规的进行生成影片了。在这个地方生成影片的话呢，会跳转到这个 Cdance 2.0 这个模型这里生成，那这边呢它最长也就是15秒。那我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开头的时候影片我提到过的，那 TalkView 现在呢它有一个影片智慧体 V2， 它是支援可以生成无限时长影片的。那我呢就需要先把这张图 download 下载过来，
那我会直接来到它的首页，点一下最左上角它的 logo， 那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个影片智能体 V2， 那它用到的模型呢也是 Cdance 2.0 的。那它这边写了任意影片告诉你的 agent， 也就是这个 V2 代理，它就可以建立。那我这边呢参考图也是把我刚刚制作好的分镜图呢上传过来。提示词呢只是多了一句话，参照图片1里面的分镜图，也就是9个分镜来生成影片。那底下呢就是刚刚我们生成分镜图片用到的提示词就 OK 了。那模型呢还是 Cdance 2.0， 那影片的尺寸呢就像刚刚说的，那影片的解析度呢就 1080p， 那影片时长这里呢可以就直接选30秒 OK， 然后直接点生成。来看一下这个 agent 代理呢是怎么帮我们生成这个流程的。首先它的风格参考就是按照我图片来的，0到5秒是俯拍干净的木质厨房桌面，整齐摆放鲜红的草莓、鸡蛋、面粉和奶油块，镜头缓慢推进。然后到5到10秒了，有一个手部的特写呢，是在熟练的打蛋并且搅拌面糊。那10到15秒呢，就将搅拌好的面糊缓缓的倒入圆形蛋糕模具里面。随后呢，就会把这个模具放入发出温暖黄光的烤箱里面，表面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那随后呢，镜头就切换到蛋糕出炉了，冒着轻微的热气，这里呢都会描写的非常清楚。再然后就是一个特写镜头，手持抹刀在蛋糕表面均匀涂抹洁白的鲜奶油，点缀上切开的鲜红草莓，动作优雅。那最后呢，就有一个成品的展示，蛋糕放在精致的盘子里面，背景微焦，镜头环绕拍摄，展示最终完美的草莓蛋糕。那你如果有想要修改的地方，可以在这里打上你的要求去优化它。那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点生成影片。OK， 那这2个片段一共30秒的影片呢就生成好了，可以在已生成这里看到有2个影片，那也可以退出，直接在工作面板上操作会更加清晰一点。一共是时长30秒的草莓蛋糕制作教程影片，一起来看一下。30秒的这个影片完成度真的很高，它整体不是只有几个镜头好看，而是真的是有把一只草莓蛋糕制作的短片完整的做出来。而且这次呢，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它是有细节的，像是蛋糕侧边也要抹上奶油，还要挤奶油花，它都有做出来。这就能看得出来，如果前面 storyboard 和提示词把步骤讲清楚了，后面 Cdance 生成影片的时候，成功率和效果都会好很多。还不止哦，你还可以继续点一下这个小箭头，继续延展后面的片段。点开延展之后呢，它就会直接帮我们写一个这样的标示，就是延展这个片段后续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你就把后续你要讲的故事呢，提示词填在这里就 OK 了。就像是这个片段是延展前面的这个片段来的，所以呢，在这里它就会有一个从片段1开始延展。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Togwheel 它可以让我们无限的去延展我们的影片。那绘出影片呢也非常方便，点右边上方的绘出，然后可以直接绘出完整的影片，或者呢帮我们绘出所有的片段。那我直接就把整个30秒的教程全部绘成
我觉得这次 Top View 的 Storyboard 工作流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它多了一个功能而已，而是它让 AI 做影片的时候的流程变得更加合理了。以前我们很容易呢，就是直接丢提示词，然后用影片生成去不停的试错，不满意就重来，画面不对也重来，角色不稳呢还是重来。但是 Storyboard 之后，你会先看到整支影片的关键画面，也能先判断节奏、构图、步骤有没有对，是不是你想要的。像刚刚的校园短片，它可以先把情绪跟分镜全部都定下来。草莓蛋糕这种教程的影片，也可以先把每个关键的步骤排清楚，这样后面再去用 Cdance 生成影片的话，成功率就会高很多，也比较不会一直浪费生成的次数。那如果呢你是会大量做 AI 影片的人，这次 Top View 的要求方案也可以注意一下。它比较关键的是呢，新模型可以有365天无限生成，也就是不消耗你的积分。像 Cdance 2.0、GPT Image 2这种图像跟影片流程都可以搭在一起用。所以这次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AI 影片现在不是不能做，而是你要不要用对流程。如果你也想自己去试试看的话，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大家可以去看看适不适合你的工作流程。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这类 AI 工具的实测，也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